比特币还会继续上涨吗？交易所的比特币被提走代表什么？比特币在年尾都表现得不错吗？如果你对这些问题感兴趣，请随我看下去。我们看到比特币的日线图，比特币现在它是不是要开启一波新的上涨，并且突破前高，开启一波新的多头走势呢？我们先观察一下啊。其实我们在震荡的过程呢，我们已经来来回回非常非常多次了。那如果说我们没有掌握正确的起涨点，我们就会在这来来回回的过程不断的消磨本金。首先呢，我们一样，我们再把这个通道给重新画一次。我们可以发现呢，当前的比特币它依然是在这个通道之内的。那如果说我们要把这个震荡打破，我们必须把这个通道给突破。其实我们用简单的划分方式，简单的判断标准，第一个就是必须得突破形态的上缘，第二个就是我们在前高点的位置，大概在7万。那当然最后就是我们在历史新高，大概在7万4左右的地方要突破。这3个条件呢必须满足。如果说这3个条件都被满足的时候，那我才会认为我们真的要开启新的多头，真的开启一波新的趋势的可能性是很大的。其实虽然说我们这里已经有一波上涨了，对吧？但我们在这个震荡区内，我们其实已经有过非常非常多次这种假的上涨。所谓假的上涨，就是它上涨，可是它没有长出趋势，那这就不是我们要的。我们可以观察，其实我们最近的走势，它确实是有在变弱啊。我们之前已经对这段行情呢不断的做过定义了，就是震荡偏空。你可以发现呢，我们在这段行情的过程我们的高低点它都是在不断降低的啊，它一定是偶数高，一个高点就会有一个低点。你可以发现呢，我们过往每一次出现高低点的时候，我们都是碰到了通道的上下边界。上下边界，当然了，实体部分的话是没有问题的，这里确实插了针没错，但它的实体部分还是收在通道之内的。不过你可以发现，我们最近的行情呢，它跟之前是有所不同了。我们在还没有碰到通道的上边界的时候呢，我们就来碰到下边界了。那这是之前没有出现过的状况，所以我会认为当前的盘面呢是绝对有变弱的。那我们接下来现在在上涨，我们要观察的，当然了，最主要就是这条趋势线它有没有被突破。如果被突破的话，那可以表示我们这一波走势开始变弱的状况是已经被消失了。那如果我们要创出一波新的多头呢，我们就必须满足刚刚谈到的3个条件：突破通道上缘，突破前高点，还有突破历史的新高。那我们再把当前的盘面呢，我们再缩小一点点级别，到4小时。其实你可以发现到了4小时呢，它走的其实还是震荡。当然有几个地方比较值得我们注意一下。第一个就是这里重新站回去了，那就表示空头的优势其实已经没有了。然后我们在前期还有个互换大概在61500到62000左右。我们在前几天的高点也非常接近了。我们接下来观察这里有没有被突破。那当然最重要的还是那条斜的趋势线斜的趋势线有没有被破，这才是行情它会不会背景被改变的关键。我们已经走震荡趋势这么久了，其实在震荡的过程呢，它真的是对我来说会很难做出单子，因为我的话是做这种趋势交易的，它如果没有产生趋势，那我就会非常非常难做交易。那现在在震荡的过程这种震荡，我认为以我的交易方式是很容易在其中亏损的，所以我现在有尝试的去做量化交易，也就是用策略去跑，而且它是用数据去做量化的。你可以看到我们目前在这14天跑起来的状况呢，这几天它的状况是非常不错的因为它的曲线是成长的很漂亮。回撤的部分呢是回撤的是非常少，你可以看到我们是投资了3万美金，那现在已经赚了1600多美金了。我们会把这个时间呢跑得很长很长比如说接下来我们可以观察跑了30天之后、60天之后、90天之后，它的曲线能不能稳定下来。那我打算我之后震荡我就要全部来做量化交易这一部分当然现在还是非常非常少的。好，如果你对交易感兴趣的话，非常欢迎你可以点击影片下方的 Bybit 链接，现在只要 KYC 入金100美金就送你500美金的长尾，这真的非常非常优惠，而且活动只剩下没剩几天了。你只要点击下面这个链接，后面就会一步一步教你如何完成任务领取空头，而且空头的仓位如果你赚钱了，你可以平仓，并且把盈利呢给提走，这是没问题的。那我们再来观察一下在过去这几天呢，交易所的币的数量呢是不断的减少，在不断的被提币。我们可以观察一下这个图表，我们可以发现呢，
基本上我们在上涨的过程呢，交易所的币啊，它是在不断的往上增加的，交易所比特币的储量是在往上增加的。那当我们交易所比特币的储量在往下跌的时候呢，其实这种时候会是非常不错，或者说是我们可以开始考虑要去收集比特币、去囤币、去买入比特币的时候了。那这个图表我们该怎么做深层的解读呢？你可以想象一下我们一般散户会不会做这种比特币从交易所提币到冷钱包的操作呢？其实是会的，但是我们的数额并不到那么大，并不到那么大你可以看到它在上面呢，单位都是100万颗在做计算比如说我们在高点的时候大概会有330万颗，那我们在低点的时候呢，大概就是270万颗所以这之中差了60万颗的比特币。你要知道60万颗的比特币，这绝对不是散户甚至不是一大群散户可以做得出来的。能做出这种60万颗比特币的这种波动，它一定是有很多个机构金鱼等等，然后去操作出来的。那你可以想想看他们为什么要把币提到交易所，还有从交易所里面给拿出来？他们冲到交易所，你可以想想看为什么？就表示他们要卖了嘛，对吧？他们考虑要卖了。那其实这个行为呢，我们可以把它当成是机构或金鱼的行为，因为机构或金鱼呢，虽然说他们人数不多，对，没错，可是他们可以影响着很大的筹码。一个金鱼它有时候可以抵几万个散户、几十万个散户你可以观察到当我们在值得买入比特币的时候呢，那这些金鱼就会把比特币从交易所里面买入，并且提走其实提走，当交易所的币呢很显著的下降的时候，就表示他们有在做提走的动作。那他们肯定在这之前一段时间，他们是有在收集比特币的也就是大概在8000到1万左右这个位置。那当我们慢慢到达高点也就是比特币在交易所的储量呢，它在升高的时候，就表示他们把冷钱包的币冲到交易所，那肯定是要出货了不过充值的过程不代表他们就立即在出货，而是他们充值进来，然后等着要出货所以你可以看到我们之前从大概8000一直上涨到6万5这一段呢，他们都在不断的把币冲回到交易所当中，然后在这之间呢，大约就在我们可能4万以上的这个位置，当然他们是1万以下的这个筹码的成本在4万以上的这个位置呢，或许就有卖出了。然后后面你可以看这一段交易所的比特币数量又在急剧的下降，但就表示他们在这个位置呢又收集了很多的筹码，并且提币走了。那这个位置大约就在2万到3万的这个区间甚至1万5到2万的这个区间是他们很明确把币从交易所里面买入并且提走的时间点。那你可以看到呢，其实我们在5万到6万左右，就是现在的这个从6万到7万5万多到7万左右这个震荡区间呢，你可以发现交易所的币的数量是在不断的下降的，也就是绝对有持有大量筹码的金鱼机构等等的呢买入了比特币，并且把比特币呢从交易所里面提走。所以我们在做交易的时候，我们应该是跟随着这些金鱼，跟随着这些机构，也就是我们在5万多6万左右这个位置持有比特币，买入比特币，并且长期持有，一直到牛市顶峰的时候呢，我们依然可以产生出非常可观的利润你可以观察一下我们过往的图表，那反而是当比特币的数量在交易所的数量开始急剧的上升的时候，那我们要考虑慢慢我们就要开始去不再囤货，并且开始去寻找我们的出场策略、出场的点位等等的。那这都不是现在我们需要担心的。我们再来观察一下，这是统计了比特币从2010年到2024年每一个月份它平均的回报率。你可以发现呢，基本上回报率最差的就是8、9月份当然了，我们现在就在9月份，你可以看到我们9月份基本上出师不利。那反而是我们到了年底的时候呢，比如说10月、11月、12月这几个月它平均来说呢，算是表现很棒的。我们可以再来看一个数据，也就是比特币历年的回报每个月份的回报。那当然，比特币最重要的就是周期。我们现在2024年，我们接下来要迎来10月、11月、12月当然我们现在还在9月。不过我们年底的这3个月呢，我们可以往回推4年，我们看同一个周期的时候，它出现什么表现。比如说我们在4年前2020年相同周期的
类似阶段的时候，你可以看我们10月、11月、12月全部都是上涨的，而且注意这是暴涨。你可以看一下这样的回报率那我们再往前推4年，也就是到2016年的时候，我们的回报率呢依然是非常非常可观的而且连续3个月全部是上涨那你说再往前的话，我们就没有数据可以看2012那就有点太久了，所以基本上2016的年尾3个月它全部是连续的上涨2020年连续的上涨，那我们2024我认为年尾也是大有搞头前提是我们要先把美国降息的事情呢给确认下来、定下来，那基本上就不会有什么太大的问题。那最后呢，我们再来看一下川普自从辩论会过后的民调表现，或者说从polling market 反推回他的胜率如何。你可以看到基本上川普在现在呢还是有不少州是领先的，不过有2个州这2个州呢也是最重要的摇摆州最重要的摇摆州。基本上美国的选举它是做选举人票嘛，那美国的52州里面呢，其实绝大多数的州都是立场很明确的，就是不管谁出来选总统每个州的选举结果呢，基本上都是一致的，每次都是一致的这个州他就是投给民主党的要不然就是这个州他就是投给共和党的。那只有几个少数特定的摇摆州呢，它有可能会变换这个倾向但是这些变换倾向的州英文叫做 waving state 摇摆州。这些摇摆州呢，也有很多是已经确定下来了，像比如说密西根州跟威斯康星州就是东北方这2个州呢，贺锦丽就是蛮稳的。那比如说像南方这几个州，像北卡罗来啦、乔治亚啦，还有亚利桑那这几个州呢，川普都是大幅领先的。其实，在这几个摇摆州里面，最重要的就是宾夕法尼亚州，这个非常关键，它是在这次的民调当中呢，依然在来回的做摇摆，一下子是贺锦丽领先，一下子是川普做领先，而且宾夕法尼亚州的选举人票呢，其实是蛮多的它绝对可以左右战局。还有内华达州内华达州以前呢，基本上都是川普共和党拿下，但是这一次贺锦丽是有可能把这个地方呢变成民主党拿下的州当然最重要的还是 Pennsylvania 那我们再来看一下电视台他们所做的一个统整你可以看到，如果说我们现在就先计算选举人票的话就是以辩论会结束的当下，其实就投票，那就是贺锦丽当选会以非常些微的票数差距270张选举人票对决川普的268张，那重点就是把宾夕法尼亚州给翻转下来了所以接下来宾夕法尼亚州呢，绝对会是我们观察美国大选投票的关键当然还会有非常多的变化。不过贺锦丽呢，他真的是有实力跟川普一战的候选人如果说是跟拜登的话，那其实选举早就已经结束了。他自从代表民主党出征呢，换下拜登之后，他的民调又高了一些后来他募集到很多资金，民调又高了一些，有名人站台，民调又高了一些。那现在他的辩论会呢，明显是占上风的，他的民调又高了一些不过这些优势呢，都会随着时间慢慢的淡化，到了选举前其实还很难说不过这场选战呢，它可以说是差距非常非常小的选战。如果你觉得这支影片对你有帮助的话，非常欢迎你可以帮我的影片点赞、订阅、分享、开启小铃铛，就是对我最大的支持，真的非常非常感谢各位，拜拜。